这个房子正式开工了，是不是现在有盖房的样子了 ？OK， 兄弟们，这个阶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。OK， 兄弟们，开始上梁了，现在。看，房子已经完事了。没错，兄弟们，今天这个视频吧是个总结局。就是我觉得吧，是时候给大家总结一下我这一年当中发生的事情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西伯利亚盖房日记，一些大家知道的和不知道的，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。然后最后结尾再给大家总结一下，这个俄罗斯小院从春天开动工，然后到最后一共花了多少钱。就在今年年初，我们从东北老家返回俄罗斯，和往常一样，带着大包小裹的东西来到了农家小院。其实一开始我们并没有直接想到今年盖个房子，年前的想法还是给他们在城里买一套。可是这老两口故土难离，不想去城里生活，直到后来在老丈母娘家住了一晚，我们就有了这个想法。因为当时俄罗斯还比较寒冷，老丈母娘家的老房子年久失修，四处漏风，早上起来那叫一个冰冷。所以我和小达就拍板了，咱不买房了，就在原地给他们盖一个。想法有了就开始实施，整个筹备的过程属实让人有点崩溃。原来这边盖房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，要办一系列的手续，拆房申请、拆房许可、盖房申请、盖房许可、水电许可等等，每一项没有个10天半拉月根本下不来。当时我们足足筹备了2个多月都没弄完。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说我们搞剧本，故意不盖，拖延拍1年等等。那个时候我的压力真的是很大，想盖又不能盖，和小达因为这些手续拌了很多次嘴。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日子了，基本天天熬到深夜，想办法怎么往下推进。最终还是我老丈人他拍板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不等手续了直接盖，因为他是当地人，熟悉这边的办事习惯，问题不是很大，于是我们就开动了。所以当你们看到我们热火朝天盖房子的时候，其实盖房许可啥的都还没有下来，直到最后毛坯落成，手续才终于办好，这个房子也就完全合法了。中间最少为我们省出来了2-3个月的时间，就是这个明智的决定，让这个房子在今年入住成为了可能。如果当时我们一直等着的话，有可能今天才刚刚封顶，有了指路明灯我们就开动。一开始我们的全部预算大概是30多万，这也是我们能拿出来的极限了，甚至有一部分还是一边盖一边挣。盖房子就和装修一样，一般你的预算都是不够的，往往都会超出很多，因为很多地方是你算不到的。就比如我们拆房子只算了拆除的费用，但运输这些建筑垃圾回填渣土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就这样，在2哥4哥等我们一家人的努力下，房子终于是完成拆除了。在之后的1个星期里，我们提前预定了各种建筑材料，为了房子能够住得久住得暖，我们买的都是最好的材料。整个房子的木材成本大概花了10几万，由于盖房子的活实在是太多了，我自己属实是忙不过来，好多过程也都来不及记录，于是我就把一直在幕后的表哥从国内调了过来，这也就有了后来大家特别喜欢的盖房日记。
可以说这段时间是整个盖房中最快乐的时光了。那时候也不怕苦，也不怕累，全身心的投入到盖房中去。基本上每天都是7点来钟开工，然后一直熬到半夜11点多，熬了很多个大夜。幸运的是，从始至终我们选择的工程队都比较靠谱，尤其是盖房子框架的3个乌苏别克大兄弟，每天和他们朝夕相处，就和兄弟没啥两样。我们尊重他们的劳动，他们努力帮我们盖房子。在这期间，我还给他们做了很多中国美食，螺蛳粉、老北京火锅、帝王蟹拌冷面、全羊宴等等。就这样，我们吃着火锅，唱着歌，房子一天天的就起来了。事实证明，这3个伙计的活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新房子非常漂亮。另外多说一嘴，一开始我们没有计划建2层的阁楼，后来在大家的建议下，我决定做了2层阁楼。这3个大兄弟虽然是草台班子，没有专业的设计图，但我只是和他们说了一下我的想法，他们立马就明白了。阁楼的搭建和我想的一模一样，甚至更好，这是我非常惊喜的。最终历时1个多月，整个框架终于是结束了。本来我们谈好的工钱是5万多块钱，加上一些额外的活和感谢3兄弟的努力付出，最终一共给了他们7万多块钱。3兄弟也是高高兴兴的离开了，开始了他们下一个项目。在后面的事大家就比较清楚了，进入了非常漫长的内装阶段。你们别看盖房子和买材料没花多少钱，等到内装才是真正的开销大头，不但材料贵，人工更贵，随随便便干点什么都得万元起步，甚至几万。最痛苦的还是漫长的工期，2、3天就能干完的东西都得干个10天8天的。好在这一切在下雪之前终于是完成了，老丈人老丈母娘也是如愿的住进了新房，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承诺。至于老丈人老丈母娘最后希望以后在镜头里少出现一些，我和小大厦也是非常理解的。2位老人岁数大了，希望能在新房里过上平静的生活，这也是我小大厦一直希望的。后面我们也会再找一些其他有趣的方向带给大家，这可需要一个过程，再加上俄罗斯冬季寒冷，能在外拍摄的机会非常少，所以今年冬天可能会更新的比较慢，也希望大家理解。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吧，就是这个房子一共花了多少钱嘛，就是也不一一给大家举例了，就是一共分为2大类吧。一大类就是建筑材料、装修，一共差不多投入了30多万吧。然后工人的工费大概不到20万，就是一共大概50多万。这就是盖房子所有花销了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值不值？可以打在评论区上。Ребята, в общем, я хочу вам сообщить, что это видео 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дома, оно было последним, и мы хотим вам сказать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за вашу поддержку, за ваши лайки, комментарии, за любовь к нам, к нашим родителям, ко всем, к моей, к Мишиной семье, особенно к моей. Мы же надеемся с Мишей, что дальше, следующие видео у нас тоже будут интересные, вам они будут нравиться, нам это будет нравиться, и мы надеемся, что мы все так же дальше дружно пойдем в наш новый этап жизни, и вы будете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следить за нами. Поэтому спасибо вам всем большое. Это было очень-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е время, и мы его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ем. Для нас, для вас, мы вложили такую маленькую историю в ТикТок, это сохранится, это кто-то будет помнить из вас, мы это точно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ем. Но вы всегда останетесь в нашем сердце за то, что вы всегда были с нами рядом,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, любили нас и смотрели. Спасибо вам!